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珍姐西卡这个频道。最近我就忙着在断舍离，尤其是包包啊。我算了一下，除了夏天的草包之外呢，剩下的包包从大牌到一些小众品牌，大概也就只有10个，真的非常的少了。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我最近断舍离的几个大牌包包，为什么会断舍离它们，在哪里断舍离的，我的一些心得体会。同时呢，也悄悄给大家分享几个我刚刚新入的包包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。老规矩，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，大家只要点击more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。我是小珍杰西卡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。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我这2年呢买的大牌包包并不多，而且陆陆续续都被我断舍离了。这次断舍离的几个包包呢，可以说基本上把我包柜里面的大牌包包都清空了。那这就给大家一一分享吧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 Celine 的包包了，是一个看着还挺实用，蛮像我的包，对吧？那这个包包呢，其实我买了只有1年的时间，我去查了一下，正好是2024年8月的时候买的。那时候呢，我正好陪一个朋友去纽约一个蛮有名的 outlet 逛街，然后就无意中走进 Celine 店，就看到了这个包。这款呢是 Old Celine， 也就是 Phoebe 在的时候设计的包，其实现在已经停产了，也只有在纽约和加州的 outlet 才会有少量的库存。这个包包呢就是蛮低调大气的，很有 Old Celine 的风格，通身呢几乎没有 logo， 只有在这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金色的 Celine logo。皮质呢也非常的好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软而不塌，而且是荔枝纹的，所以呢也比较耐造。内里的皮质也很好，不是那些大牌常见的帆布哦，而是麂皮的。而且这个包包前面的这2根带子呢，其实是可以打个结的，等于说呢，打完结之后呢，这个托特包就会有另外一种包型，另外一种背法。这个包包呢，大小也蛮不错的，蛮适合我的身高体型，而且很能装。我当场试了一下，就蛮喜欢的。说实在话，当年 Old Celine 流行的时候呢，我年纪还比较小，没有这个能力去欣赏它。等我能欣赏的时候呢 ，Phoebe 也已经离开了 Celine， 现在也变得面目全非。所以我当时就一方面可能出于确实长得蛮低调大气的，另一方面呢，也是对 Old Celine 对 Phoebe 有一种迷之的热爱吧，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嘛，所以我当场就把这个包包买下来了。我已经不记得多少钱了，2000多块吧，大概肯定是比当时在专柜买的要稍微便宜一点点，因为毕竟是 outlet 嘛。所以我就想，哎呀，还捡了个漏啊！这个包包这么低调大气又那么实用，我可以背很多很多年。结果1年时间，我数了一下，背的次数也就只有4次，大家看一下。那为什么我只背了4次呢？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颜色。我当时在专柜买这个包的时候呢，其实还有一个深灰色。看实物其实深灰色更好看，但是我当时呢冷静了一下，因为我知道灰色是所有中性色包包里面最难搭配的颜色，所以我就没有买，我买的就是这个卡其色。但是问题就来了，其实这个卡其色呢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搭配。它呢是一个偏绿的卡其色，这种卡其色吧，我当时想的是它是大地色系的一种嘛，应该和所有的大地色系都配得起来，但是我错了，因为它发绿，所以呢跟这种驼色、米色、棕色配在一起就很怪。比如说我今天就特意穿了一件驼色的针织衫，你看我这样配在一起，这2个颜色就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。我们上海话叫做罗乌素，就是配在一起就觉得颜色很混浊，就是不合适。那如果是秋冬流行的这种棕色呢，我也找了一件衣服啊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这个搭在一起也不是很对，就总觉得好像有点问题。我再拿一个我自己的驼色包包跟它这个颜色做对比啊，这个卡其绿，这个是正宗的驼色。你看啊，如果我拿这个驼色和我自己这个颜色配在一起就很合适，对吧？那如果和棕色系配在一起就更合适了。
所以啊，这个卡其色真的很难搭配哦。你看我之前的一些搭配图，每一次呢都要穿有一点点发绿的衣服才能够背上这个包，但是问题是我没有这么多绿色的衣服啊，所以这个包的颜色呢就没有我想的那么的百搭。第二个原因呢是这个包包整体的感觉还是太像一个上班包了，可能是因为包型的原因啊，就很像一个托特包，还蛮正式的。但是因为我现在不在 corporate 上班嘛，很多衣服都比较休闲风格的，就怎么配总觉得和这个包的风格就不是很搭，总有一点点违和感。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肩带啊。你看它这个肩带其实设计的是有一定的长度的，对吧？就是想让你能够肩膀背起来的。你看我现在背它是没问题的，因为我穿的是一个非常薄款的针织衫，而且是贴身穿的。但是啊，如果你一旦穿风衣、大衣，或者是稍微一点点小廓形的西装，这个包包的肩带就完全背不上去，所以等于说就很不实用啊。但是它整体的设计呢，其实是让你背起来的，并不是让你手拿的，因为手拿就显得不够时髦嘛，所以就有一点不干不尬，你知道吗？综上所述啊，颜色、风格还有这个包带都是有一点小硬伤，所以我背的次数就很少。那今年呢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就不要再纠结了吧。有些东西啊，如果说不合适，就早点把它断舍离。不要再放在衣柜里面，浪费我的空间来吃灰。那我也希望呢，这个包包能够找到新的主人，发挥这个包包的优势。第二个包包呢，就是这个 Saint Laurent 的棕色麂皮包包了。这个包包我算了下，很巧，正好买了2年。那当时呢，我是无意中去家附近的 Bloomingdale 逛街，就看到了这个包包。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呢对麂皮，其实不是那个时候了，我一直对麂皮都有那种迷之的热爱啊。再加上那一年其实麂皮呢刚刚开始大火，市场上还没有这么多麂皮包包，我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包包。而且那个时候呢，我对 YSL 这个 logo 我也很热爱，因为我觉得它有那种大女主的感觉嘛，我就很喜欢。而且这个呢又是一个软包，还其实蛮能装的，所以我在柜台试了一下，蛮适合我的。说来可巧，当天穿的衣服呢，也跟这个包包很搭哦，所以我一冲动啊，当场就买下了这个包包。我记得还挺贵的，应该也有3400、3500美金左右吧，具体记不起来了。那我买的那一年，2023年呢，还背过蛮多次的，也觉得蛮适合我的，我非常的喜欢。但是最近1年我就没怎么用过。那原因呢有几个，第一个呢，它毕竟还是一个小包啦，小包呢对我来讲还是没有那么的实用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它有一个挺大的 logo， 我现在可能是有一点点逆反心理吧，我不想在身上出现任何的 logo， 所以呢，这个包我每次背我都觉得很尴尬，因为和我的现在的这种审美和品味都不太一致哦。所以我不喜欢。那第三个有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它这个包包的5金件实在太多了。除了这个大 logo 之外呢，你看这里都是金色的。因为我现在其实戴银色的首饰呢会更加多一点，金色戴的比较少，所以这个包包呢就利用率非常的低。再加上它本来就是麂皮的嘛，夏天也不太能用，所以就等于说低上加低。那综上，所以这1年就没怎么背过这个包。最近一次背是今年1月份我去加州玩耍的时候把它带走啊，但是其实现在看照片觉得呢太小气了，完全不太适合现在的自己。那套用一句大俗话，就是以前买的包已经配不上今年的自己了。所以呢，我想了想，这个包包呢也列入了我的断舍离清单。就说个好笑的事情，我一个好朋友听说我要把这个包包断舍离，就跟我发了一句话，说这个包包你早就该断舍离了，已经太晚了。好吧。第3个断舍离的包包呢，又是 YSL 的。这个包包我已经买了有10多年了，是他家一个已经停产的叫 Lulu 的款式。这个包包我应该也跟大家分享过购买经历哦，应该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哦。我去香港出差，铜锣湾那里应该我没有记错，就有一个大的商场叫 Sogo， 他们在做周年庆，好像就有这个包包。当时呢，我对这个款式特别的迷恋，然后又看到打折，所以我就赶紧买下，非常非常的喜欢。看一下我当时的青葱岁月，
还蛮适合我的吧。但最近几年呢，我其实出门从来没有背过这个包，有几个原因啊。第一呢，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。我现在已经是奔五中年妇女了，所以我出门呢都要带水壶，那这个包包怎么都装不下，所以我一般是不用这个包的。那第二个有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当年呢我买包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比较流行那种硬挺的包型，所以这个包包就是四四方方很硬挺，就像一个饭盒一样，对吧？但现在呢流行软包，流行松弛感，那这个包包跟现在的氛围呢就完全南辕北辙了，一看就挺过时的。第三呢，确实这个包包质量不太行啊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你看这个五金件完全都已经花掉了，而且这里你看都是有一些痕迹的。接着看侧面也是这些五金件都已经花掉了，然后最后后面，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用的时间比较长了，所以呢也是有一些划痕的。其实老实说，这个包包呢，我其实前2年就想把它卖掉的，一直没卖呢，我觉得有一点点想做纪念的感觉，因为毕竟也是代表了我的那个青葱岁月。但是今年整理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啦，青葱岁月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通过一个包来记住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所以呢，我这一次也把它列入了断舍离清单。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陈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哦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。那大家肯定会问我在哪里断舍离的，其实呢，我在之前就做过一个长影片，说我大部分的单品都是在 Poshmark 上面断舍离的，还做了一个手把手的教学影片啊。但是呢 Poshmark 上面呢，高价位的东西不太好卖，那比较贵的包袋类呢，我一般会选择在 Rebag 或者是 The RealReal 上面卖啊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也会送到附近的二手实体店里面，让他们询价，直接是可以买断的。那每一个售卖方式呢，都是各有利弊的。相对来说呢 ，The RealReal 它呢，其实收取的佣金比例会更高一点，也就是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划算了。但是好处是呢，卖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，而且一定是能够卖掉的。因为对我来讲吧，我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，而且比较容易焦虑嘛，所以对我来讲呢 mental health 要比卖多少钱更重要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呢这个平台能够让我早点卖掉，早点收到钱，我就可以早点把这件事情忘记，早一点就可以 move on， 这个对我的心理健康呢会更有益。所以我很多时候呢都会选择在 The RealReal 上面卖掉，因为卖的速度比较快了。但这个是没有对错之分的，每一个人呢都是有自己的 priority 的，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。那有的人可能会问了，你这样断舍离会不会内疚，会不会自责啊？老实说吧，如果是2025年前的自己，我是会不断的自责，不断内疚，哎呀蛮好不要买的，哎呀那个时候怎么审美那么差呀等等。但今年我不会了。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，第一就是我也想通了，你自责也好，内疚也好，能改变现状吗？不能啊，你不可能时光倒流回去说我不买这个包了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不能够改变现状，你除了让自己觉得很闹心，拼命打压自己以外，有什么好处吗？没有，那就不要再自责，不要再内疚了。第二呢，我是觉得人呢是会变化的，所以你的审美和品味也会相应跟着变化。那你以前买的包现在不喜欢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。反过来想想，如果一个人恒定几十年都不变，审美和品味也不变，也是件挺可怕的事情，不是吗？既然这样呢，那就积极拥抱现在的自己，积极拥抱不断在改变、不断在进化的自己，没有必要去苛责去年、前年甚至10年前的自己啦。第三呢，我是觉得当下的选择就是最好的。我以前也会想啊，哎呦蛮好，当时不要买这个，省点钱啊，加一点钱就可以买那个。但现在我不会了，我现在想的就是当下，我当时买这个包一定是当时心境的反应，无论是因为当时心情不好想买一个包出出气，或者说当时被洗脑了想买一个什么什么包，其实都是我当时当下的心情的写照，也就是说在当时做出了最好的选择。每一个当下呢都是最珍贵的，也代表了我们成长的经历，对吗？那与其说呢去骂过去的自己，不如好好珍惜，说我当时当下反映的是那个时候的自己，
那现在又可能不一样了，那没关系啊，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选择，相信当下，拥抱当下。总之吧，买错了嘛，那就断舍离呗，又不是世界末日。人嘛就是这样慢慢了解自己的，慢慢成长，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。没有人会一下子就买对所有的东西的，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。所以呢，我今年断舍离，很欣喜的发现自己一点都没有纠结、难过、自责，反而就是很积极、很开心的去面对它。而且我想的是，哇，又有钱赚到了。无论卖多少钱，这些钱呢就当做是赚到的钱啊，也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那最后一趴呢，就是给大家分享我又入的几个包，出了3个包，正好入了3个包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做长的开箱测评影片啊。等之后呢，我用一段时间再跟大家说，这样呢，我觉得也会比较客观一点。那第一个我入的呢，就是这个 The Road 的 Margot 15。我之前呢，在一个长影片里面也说到，我很想买这个包，但是呢，哪里都没货了。哎，说来可巧啊，前2天呢，在官网突然看到这个黑色的银扣啊，突然来货了，而且是我心心念念的黑色荔枝皮，所以我就赶紧把它买下了，已经开始用了，非常非常的喜欢。但我还是再等一段时间给大家做开箱测评吧。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也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是不是真的很美貌？大家说。那第二个呢，也是 The Road， 是这个保龄球包。这个包包其实到货才2天哦，买的过程也蛮有意思的。是因为前2天呢，我有个朋友从其他州来看我，我就带他去 The Road 的专卖店，就离我家不远。然后进去就看到这个包，我还蛮喜欢的。结果我刚想说，哎呀，我想买这个包，就被人家买掉了。大家都知道的吧，别人都在抢的东西就是好东西，所以我回来一气之下呢，就在网上订了这一只，刚刚到货。说实话，我收到之后真的很喜欢，也很好搭配。但是呢，因为刚刚才收到2天嘛，我怕自己又一时冲动买错东西，所以我还想再等个几天啊。真的觉得好了才决定收货，然后也会用一段时间给大家做开箱影片的，如果大家想看。这里也说一下，这个包包呢，猛一看有点像黑色，其实不是的，是深棕色，跟这个颜色放在一起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别了，对吧？那第3个呢，就是一个来自北欧的小众品牌 Flattered。那这个手包呢，我之前跟大家讲过，我其实想买很久很久了，一直觉得手包好像不太实用啊，没有必要买。但是我今年看到它的时候，我还是很喜欢。我在想，我已经想买2、3年了，也就300多美金，我没有必要这么苛责自己。再加上我是有工作需求的嘛，因为我的时候日常都要拍片用嘛，所以我觉得用它搭配衣服也是很合适的。不是说让大家都去买这个包，因为毕竟手包并没有像这种可以肩膀上挎的包那么实用了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用了一段时间，真的很喜欢，而且这个颜色、大小、材质都是我喜欢的，堪称完美。而且这个驼色什么衣服都配得上，就像我说的，比这个卡其绿色好搭配太多了，而且容量呢也很大。你看，跟我这个断舍离的 YSL 比哦，真的大了很多，里面是可以放水壶的，我已经测试过了。手拿的时候真的很有腔调，我好喜欢啊！这个呢就不是很贵啦，300多美金就可以入了。当然它的内里呢就没有那么好看，内里呢就是帆布啦。但我觉得这个价位呢跟这个品质是完全匹配的。好啦，一口气分享了我最近一些断舍离的包包以及一些相关的信息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。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解析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，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哦，拜拜。